大家好，我是 Tony。我們離山旅行的第二天，來到福壽山農場。福壽山農場比較著名的景觀，應該是3月的櫻花盛開，還有秋冬的楓紅。那7月份來就是來避暑。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壽山農場國民賓館，我們就先參觀常食館。福壽山農場成立於民國46年，初名梨山農民農場。這是最早期的梨山農民農場。這是福壽山農場的老照片，民國55年。並設有中式餐廳、蘋果鮮咖啡、會議室、常食館、交誼廳。國民賓館停車場旁邊，這邊有很特殊的果樹，這一棵是梨王。將36種大小不同品種的梨子嫁接在同一棵梨樹上面，這是很特別的柱狀蘋果。桃王除了水蜜桃、油桃、壽桃之外，還嫁接了李子與杏子。這是蘋果王2世。已經嫁接26種蘋果品種。旁邊這一棵是介壽松，是樹齡180年的台灣2葉松。我們接下來走往鴛鴦湖。這裡有導覽地圖，這是國民賓館、常食館。那我們現在從這邊走往鴛鴦湖。哦，這邊步道蠻多的，我們就隨意逛逛。這邊樹林都是楓樹，秋冬來的時候應該別有一番風味。鴛鴦湖就在下面，哇！湖畔步道旁，繡球花盛開。這是掌葉樹，楓樹的一種。這一棵彎樹是酸皮櫟，這邊有涼亭休憩區，微笑看台，雪山山頂現在在雲朵之中。華泰農業交流紀念區。國軍退出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曾指派福壽山農場技術人員支援泰國泰王山地農業計劃。這是已故的福壽山農場前廠長宋慶雲先生，當年曾經前往泰國協助泰國農業發展。宋慶雲先生為我國首位駐泰國之農耕團團長，歷時12年，成功輔導泰王山地計劃。前泰王蒲美朋及當地人民均君稱其為“爸爸宋”，獲得高度的肯定與讚揚。
這邊通往雪山之丘。雪山之丘，雪山主峰，台灣海拔第2高的高山，就在我正前方那裡。在雲朵當中，山頂有微微露出來。嘉陽山也稍微可以看得到。那再過來，那是很明顯的劍山，山勢非常的陡峭。我們現在走往鴛鴦湖，這邊步道兩側是種植梅花。我們走回到鴛鴦湖了。剛沒有走這條步道。我們走進來逛逛。我們從這裡走往楓林雅族住宿區。前面這棟建築是松爐，是福壽山農場著名的賞楓地點。松爐。不過可惜現在是夏日，所以這邊的楓樹是綠油油一片。松爐的右前方有一座蔣介石總統的紀念銅像，永懷德澤。中華民國67年10月31日，福壽山農場全體農民員工公歷。我們走了一圈，回到福壽山農場的大門入口了。我們接下來要前往福壽山農場的另外一區天池，還有達官亭。達官亭就是以前蔣介石總統在福壽山農場的行館。那天池離這邊還有一段距離，所以我們要開車過去。我們抵達天池停車場了，從福壽山農場那邊開車過來，大約5.3公里，開車時間大約12分鐘。從福壽山農場那裡也有公車可以抵達這裡。我們現在從停車場走往天池。左前方有一座觀景平台，天池景觀看台。福壽山農場場本部，海拔2200公尺，就在下方那裡。哦，这邊遊客幾乎都穿長袖的衣服了，我穿短袖有點冷。我們抵達天池，海拔2614公尺，是福壽山農場海拔最高之處。當年蔣介石總統的行館達官亭就坐落於天池旁。我現在參觀達官亭，我老婆說12點就要休息了，現在是11點40分。達官亭，民國58年8月中正題。達官亭為一棟內八角形格局的2層樓房。這是當年蔣總統、蔣夫人在福壽山期間，在行館外庭園散步的情景。另外這一間也是臥房。這是起居間。這是中部橫貫公路新竹期間，蔣介石總統還有他的兒子蔣經國先生巡視公路興建的情景。這邊通往2樓。
會議室。這邊陽台面對着天池。接近中午了，我們在這邊買點吃的。我們就坐在松林裡面的石椅，這邊還有桌子，吃點點心，喝杯咖啡。待會再去逛天池。天池這裡有個傳說，就是如果來這邊走天池的步道，左3圈，右3圈，願望就會實現。不過我覺得這種說法主要是因為天池實在太小了，所以如果你沒有走左3圈、右3圈的話，可能會不過癮。那我是為了健康，就左3圈、右3圈繞一下。繞一圈大約1分30秒。現在開始繞右3圈。現在繞最後1圈了。我繞完天池左3圈、右3圈了，大約花了9分鐘。我們現在離開天池了，接下來前往附近的天池露營場。這個季節是貓耳葉菊開花的季節，我們過去看一下。我們抵達天池附近的福壽山農場露營區，這裡號稱是全國海拔最高的露營場。那這個季節有貓耳葉菊開花，就在前面的池塘旁。這就是貓耳葉菊，也稱貓耳菊。這座池塘大小跟天池差不多。我們已經看完貓耳葉菊了，那我們今天的福壽山農場之旅就到這邊結束，謝謝收看，我們下次見，拜拜。影片下方的文字資訊欄裡面有本次旅行路線的 Google 地圖網址連結，歡迎您點選網址，打開地圖，作為旅行的參考。續注有換菜單，哇，廚師非常的貼心。續注有換菜。